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人黄玉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那老共的所谓的正义使命的军演已经结束了，不过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上午，那还是有大概70几架的老共飞机的架次被侦获。可是所有的过程你看到，那老共地方当然一直不断讲说，那他们的任务是不是都已经完成？那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过在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知己知彼嘛，也有让观众有看到一些他们的宣传海报啦，或什么那个盾牌啦，做的各方面一些。其实，在过程包括你看到我们所捕捉到的，那我们的 F-16V 的弹夹舱，然后所捕捉到老共战机的一些影像，其实国防部也有让大家知道这次整个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反制上面有哪一些的作为，让观众朋友看一下相关的影片。来，好，观众朋友看到就是那我们的国防部的一些相关反制影片，在这里头，任俊。是我们大概在这一段他们所谓的正义使命的军演里面，我们捕捉到了大概有12种的攻击的一些影像。那当然，他的飞弹，他们用的他们这次没有用飞弹，他用到的是火箭弹。火箭弹的落点到底是精准在24海里，还是也有落在包括接近12海里？因为包括国防部有讲，这一次是历次他们老共在做军演里面，最接近的这一次。其实专家可能还有在担心另外一件事，如果在未来老共会不会发展一些所谓的廉价火箭？因为还记得以色列上一次，大家讲铁穹系统有多棒，可是你再棒，如果碰到一些饱和式的攻击的时候，你还是会面临到一些的破口。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担忧？我想今天国防部有公布了一个，就是说这2天的时间里面到底中国在它的军演里面大概动用的这个所谓的兵力包含船舰跟攻击的部分那我觉得直接从这张图来看如果以中国这一次发布军演来讲，它是要一个孤立台湾，甚至就让你外援没有进来的时候，你从这张图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它真的试图在做这件事情。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单位里面，但是你如果看因为它这个颜色里面有包含共舰跟所谓的海警船那确实是对台湾这整个的方向有一个包围的态势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那所以你说就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包含到他当时宣布，就是说在昨天早上8点到6点钟的时间，有7个演训区，要求所谓的航空器跟船只不要进入到这里面。所以他实质确实在演练的东西就叫做封锁。有没有达到效果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看有些航班有些他就是刻意的不要去接近这些我们确实有航班受到影响。所以对他的演习来说他是照着他的想定来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一次其实是标标准准，大家都在文宣上面，一定要告诉大家我没有示弱的部分。所以你也看到，我们其实公布了非常多我们监控的画面包含到不管是在空中或者是在这个海上而且是我们什么样的机种去监控到它什么样的一个船只，或者是我们什么样的一个飞机去监控到它什么样的一个机型事实上都有这些影像流露出来。所以这当然国防部必须要站在第一线。所以我们讲说那一天国防部他直接穿着这个迷彩服上了这个记者会，基本上在过去不多，对不多尤其是像这种所谓的高师单位，你要叫他这些人穿迷彩服，那有些人搞不好1年就能穿那么一次对不起高师单位很常是这样要不然就是到部队去试导的时候，顶多就是穿一下你看很多人都是崭新的衣服但你今天回来看，就是说国防部敢轻松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吗？包含到您刚刚所提到的说这个用火箭弹做饱和攻击的这件事你看我们这个第一时间我们的海峰在这个摆了熊2跟熊3，这是属于反舰飞弹的部分。可是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上次以色列在面对到饱和攻击的时候，你再怎么强大，你就一定会有漏网之鱼。所以如果以两岸的状况，其实过去大家在讲说中国发展所谓的东风飞弹这些系列，其实大家也讲，除非你今天要从内蒙古，除非你要从这个上海，你要从这个偏远的地方打过来，否则如果在福建沿海一带这个东部战区，你说部署导弹，做东风飞弹，那他要怎么打台湾呢？他有可能一起飞，他有可能他就要绕了不然他就直打上去，再这样垂直下。所以本来在研判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他要针对台海的这种距离，火箭弹就是非常容易发动攻击的部分。这就是我会回来看，就是说在这一次演习里面
到底对于大家来说，中国的这次演习只是纯打嘴炮，用 P 图的方式就结束掉，还是它真正含有它的意涵在？我认为这要从一开始，刚刚主持人特别在开场的时候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去看他的那些所谓 P 图的照片。或者他们其实在做演训的时候，他们所做的那一些，就是大家觉得很可笑，可能有些人觉得很可笑，说怎么去 P 了一大堆图，然后做了一些好像就是纯宣传的东西。结果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就会凸显出一件事情，也就是他到底在这一次演习里面，他的主目标是什么？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中国完完全全是要告诉大家，他针对的对象就是这一次我们军援所获得到的这些武器，特别是海马斯多管火箭。那我们其实回来看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一次里面，大家看到说他们其实把那个所有的图像通通都放在这里面，特别是他在演习完了之后有一支影片。这一支影片说什么呢？他刻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呢，他的解放军的这些火箭军的部队或什么的，他讲了一个，我们现在接获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的坐标位置。我认为这是在整场演习里面大家真的要注意到的。也就是如果他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告诉大家讲说，我要把你这个台湾所获得的这些武器，你看几个这个图全部在这些图上面都有海马斯。全部都有海马斯的图像在这里面，后面所做的图一样都有海马斯，你要把它集成，要干嘛？要把它重锤。好，第一个，他的演习要封锁台湾，他用船舰的部分开始围绕。第二个是，很多人对演习没有很理解啦在座我想我跟将军应该参加算是演习多的啦有些人会觉得说，他这是因为昨天一开始有人讲说他打7发，后来有人讲说打27发。这个火箭弹27发什么了不起啦？分2波啦，厦门这边打过来，平潭这边打过来，打2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太理解演习这件事情。一般来说，演习很简单，就是真实状况，大家演练一次。比如说，我今天要攻击某个地方，除非我很早就知道它的位置，否则如果以中国它锁定叫做海马斯多管火箭的话，第一个它一定要抓它炮阵地。那你怎么抓它炮阵地？2种嘛，像这种坦克部队的平常躲得很好，但你只要一射击，你的阵地位置就暴露了。所有的演习就在抓这件事情。一般正常的演习小定会是这样我下达命令说好，我们演习开始，接下来这个将军他是个战车部队，我直接告诉他敌方坐标方位在哪里，我看你多少时间能够打到他，我看你多少时间能打到他。这时候几发说我要用弹幕，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我1发能打得到这个目标区，跟我30发打得到目标区，基本上对我来讲验证是一样的。重点就是要打到，我要打到。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们真的会来看，就是说这件事情，难道中国的演习对我们不担心吗？如果大家就讲不担心，我们买军购干嘛？如果今天大家讲说，你看到他都是虚张声势，我举几个参数给大家听，你就知道这个演习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大家知道海马斯多管火箭，如果我发射完了之后要变换阵地，需要多少时间吗？多久？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时间越快，当然越好。是，如果我今天打完就跑，按照参数来讲，我边跑边收20秒。够快吧？快。但是如果我今天在这一波，如果他前面没发现我，我在这一波阵地打完之后，我在原阵地继续装填弹药，第2波攻击，知道要多久时间吗？8分钟。所以演习的概念在于是，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阵地在这里，我一定先打嘛。但我如果不知道你的阵地，你在这一波打完之后，我收到你的阵地完，我要摧毁你的炮阵地，我要在多少时间内完成？8分钟内。对，我如果8分钟内不能摧毁你这个炮阵地，你第2波就打了，就换你被摧毁，就这么简单。战争就是这样。我要在多少时间内完成？8分钟内。对，我如果8分钟内不能摧毁你这个炮阵地，你第2波就打了，就换你被摧毁，就这么简单。战争就是这样。我讲到这里，还有人会认为说中国打那几发，你觉得没有意义吗？就很简单，他的演习奖励已经这样设定。我今天你看他，我特别去看他那个影片，
他为什么要放那个影片，告诉你讲说我们接获海马斯这个什么阵地？他很简单，他做的就是验证嘛。我今天告诉这个我的火箭军部队说，我今天哪个方位这边是一个疑似海马斯多管火箭的炮阵地，我就验证我的火箭军部队能不能在8分钟之内，第一个我的摄像什么的全部调到位置，第二个我所有的啪啪啪啪啪打过去，能不能打到目标区，就这么简单，结束了，不用多。如果按照他的演习想定，他是要封锁跟打击，因为你看所有连这个锤子下面都要搞个海马斯被他弄锤，把他被锤坏。那我就讲嘛，所以我就说这一次看起来，你看国外媒体哦，国外媒体在看待这一次中国军演的时候，其实没有很轻松。你看今天有一个评论，其实国外的媒体他的评论是讲说，如果以中国现在整体的军力跟他整体的力量上面来讲，确实台湾要特别的注意。为什么？第一个数量，就您刚刚提到的廉价嘛，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无人机？因为它其实性价比太高了啦。我性价比很好嘛，我何必搞得这个真的？美国也不都是因为这样吗？当年美国发展无人机的时候，一大堆空军飞行员多么反弹啊！开什么玩笑？开飞机就是飞行员要上现场，怎么可以坐在维吉尼亚州什么地方，然后大家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看着遥控器慢慢开飞机？结果发现它的性价比太高了，它减少大量的战损，而它可以获致最大的这个所谓的作战成效。所以我今天就回来看，就是说每一次它的演习的目的其实都有所不同。当今天中国告诉你讲说几个，这是第一个哦。我刚刚讲，他一定会去验证，我能不能在8分钟之内啊？这个数据很简单，我没有泄密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找这个资料有，而且这是军方的学术研究报告，它公开上网的。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找一下啊。任俊，我们换一个角度讲，照你刚刚那样讲，包括老共在这一次整个军演的海报里面这么在乎海马斯，是，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所以海马斯是他们也怕。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你看主持人律师就是这样，立刻反证嘛，就是你光看，如果老共会用这个方式来实施演习，我们呢，我们对他也是会是威胁啊，当然啊，我们觉得担心会不会他用这个廉价的火箭弹，那我们为什么要买海马斯？因为很简单嘛，第一个，我大量的短时间内，对不对？我直接集火射击，啪啪啪啪啪，全部打过去，我不用在乎打的精准或不精准，我只要目标区里面我能够全部打到这里来，那就好了。第二个，我要精准，我有精准啊。以这一次他们所使用的这个，大家看到他们这一次中国打的他们这个火箭车因为有人讲说因为它有2种啦，有人讲说它一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PCH191，对也有另外一个有一个说法，但它是同样的。其实以中国来讲它也不断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武力，比如说呢，我给各位看以它现在的这个 PCH191上面来说你看这一个，它有几种不同的模组化它有几种不同，这一个是一管是5发，总共是10发，这是一种的。另外一种是什么呢？你看这一个，一管是4发，2管就8发。另外还有一种你看像这个，它有4发跟5发的，因为距离不同，你就这样，它发数越多的距离越短。可是它也可以发展成这样2发的导弹，这个就跟我们现在买海马斯一模一样的，就是陆军战术飞弹。我打出去之后，我不是只有这样子打啪啪啪啪，我可以控制方向的。老共也发展这个。他这次打的，其实在昨天讯息没有很清楚的时候，大家讲说他的弹着区在24里外，但是你看今天的说法是他进了24里。进24里这件事，有人去追问国防部说，那他到底真实的弹着的位置在哪？国防部说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件事情。但我认为对大家来讲要警惕了。也就是如果24里的这件事情他突破，他虽然船舰没有进来，对，但是他火炮进来了。那下一次呢？你看国防部在今天态度其实没有是轻松的。他其实面对很多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又好像什么都没讲。我跟你讲，当军方什么都没讲的时候我们2个这个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当军方什么都没有明确告诉你的时候，表示军方在很认真跟严肃的看待这一次中国的军演。将军，有很多人讲说这一次老共的那些军演弄了很多的手次，刚刚讲的。包括火炮要落啦，弄了很多的这些。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面对。当然，第一个，媒体上面那时候就在报道讲说什么叫做第1级我们到底该怎么办？然后也看到说我们的班超舰跟他们的乌鲁木齐舰
就乌鲁木齐店一直哇哇哇叫说你怎么可以锁定我这些？其实国防部没有否认这件事，应该是有这回事，对嘛？他没有否认他，那意思他只是讲说那是我们什么防卫啦，什么什么这些，意思就是有，对。那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在未来刚讲，如果要是老共继续要用这样一些的方式，甚或慢慢温水煮青蛙，得寸进尺，就是讲我的船不进来，我飞机不进24，我火炮进来你怎么样？你把我火炮阵地打掉吗？那大家不就开始对干了？可是我们总要有一些做些什么事儿，那怎么办？这一次的演习哈，因为以往都是打导弹，打到东，打到西，打到哪里？好像裴洛西来打导弹，这次不一样，这打火箭弹，而且它的火箭弹它不是火箭军的火箭弹哦，它是陆军的，它的陆军炮兵单位的火箭弹，它的火箭弹可以打多远？这个 PCH-191最近大概10几20，最远可以打到300以上哦，所以就表示什么？它可以由岸对岸，可以由岸到岸，大概打到我们的沿海了，因为不会把这个火箭弹拉到海边嘛，因为它也怕被我们打，它会往里面一点，所以300公里左右大概可以打到我们的沿海，没有问题，一定打得到。所以大家不再是什么登陆哦，大家想说共军来就是登陆作战，或者是这个敌机凌空或者怎么没有，甚至是怎么导弹穿越大气层，我们经过这个我们的雷达拦截，然后没有，这另外一套来咯。直接陆军的炮兵部队由岸到岸，用这种一个弹幕方式，因为它这个其实打27枚不多了，我们打这个3军联训哦，那个都是上百枚的，火箭弹都上百枚，因为火箭弹就是嗖一直出去，那你说火箭弹这么大个这个发射槽里面有八枚，只打2枚不威啊，那个都是跟那个风炮一样，嗖这样出去，那是100枚以上，所以我觉得打27枚，目的在做什么？告诉你。我有这个能力了，那么我说哈，如果今天我们很清楚是这一款 PCH-191的这个火箭弹的车子要发射了，各位危不危险？万一他打300呢？你不知道他要打多少吧？他说他要打大概24海里的零接触，万一他打300呢？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很大胆的假设，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情报，它就是打在24海里左右。我们知道，我们晓得，否则那个沿海不疏散啊。否则它这个火箭弹一排放裂开，然后升起来，你怎么知道它角度是多少？你怎么知道它是要打100多，还是打200多，还是打300多？如果打300呢，那不就有人要受伤了？所以我大胆的假设，应该有情报，它就是打在24海里左右。那默契是。不要打过24海里，那么那几枚打过的应该是突锤了啦。我认为是突锤了啦。对，我宁可他们是突锤了。我认为是突锤了。因为如果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大家有讨论到，如果他能够把精准的那个弹落点，如果全部都能精准摆在那就太厉害了。对，那就表示他已经发展到某种成熟到我要打哪就打哪。是。他如果有突锤的某种程度也还好一点。对，表示还没有这么精准。我认为是突锤了。对，因为昨天川普讲的云淡风轻啊，所以突然间有突锤的，川普应该也会不高兴。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突锤，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他的突锤我们就安心。重点是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了，是不用导弹。不用什么逆中战机，我就用火箭弹由岸到岸就可以打到你，这已经是突破了什么登陆的盲点。那更显现的一件事，我们可以被他打，我们打不打到他？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防卫作战了，所以为什么美国要卖给我们这一套海马斯火箭 Attacken 这么远的300公里以上？就是美国抓到了，他有这个能力。那如果中国有，台湾没有，那这整个战力平衡就破了。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吵了很久的这个班超军舰去对乌鲁木齐军舰啊，这个所谓的政治典故我不讲了哈，政治典故大家说是不是故意的，这我不讲。重点是他敢锁定它，那个军舰哈并立之后，我看到了你，我火控雷达锁定你，他锁定它之后，那个被锁定的那个舰桥里面啊，会景声大作那跟飞机一样。对，会景声大作，就我被锁定，不然他怎么知道他被锁定？对不对？难道是我们的这个班超军舰看，嘿嘿，你被我锁定了，你小心，不是嘛？他有反应，他的舰桥里面我被锁定，我怎么台湾怎么锁定我们呢？赶快讲，紧张。大家知道那种你不知道台湾会不会打，中国也不知道台湾会不会干，会不会硬干，他认为应该不敢打，他居然锁定我，所以他才会这么大的反应。
那班超军呢能够锁定它，像这种交战规则，这是我们步兵在用的啦。哦，这个里面写这么多，大家不要看，我告诉你，这里面只有一件事告诉你：非使用武器无法保护生命与执行任务时，必须使用武器，就这么简单。这是步兵陆军的交战规则。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一次这是我整理出来的交战规则 ROE 跟所谓的授权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搞得乱七八糟，因为大家听到那个作战次长讲了说，我们有 ROE， 可是呢，我们已经把授权举证的权利下授到作战区的指挥官。所以呢，我们要依据共同图像。大家听了，我看所有记者听了，满头雾水。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受命过，我当过第一线的作战指挥官，我知道怎么回事。所谓的场景，我例如说，共军的军舰假设进入我们领海，进入我们领海以后，那第二个，我们有交战规则，就是我们受到了武装威胁，我们可以采取自卫反击，就是开枪嘛。进入我们领海以后，那第二个，我们有交战规则，就是我们受到了武装威胁，我们可以采取自卫反击，就是开枪嘛。然后既然它已经进入12海里啦，我们也有 ROE， 我们可以自卫反击。那么授权举证又是怎么回事？什么叫授权举证？因为以前是否开战，这个权力很高的，不是总统说战就战，还要经过立法院呢，还要经过立法院是否交战在立法。可是呢，如果是自卫反击，不在此限。自卫反击整个权力在哪里？在参谋本部。在参谋本部。那大家想想看，参谋本部等到遇到共舰进入12海里，才把权力下授到各作战区10大战略单位作战区，包含了海军舰指部、空军的这个空作部，还有陆军的各作战区，这叫做10大作战单位。10大作战单位它不能开枪，如果没有下授的话，这个权力还在参谋本部啊。那参谋本部这一次已经下授了，已经把这个权力下授到各作战区的中将指挥官。大家想说，那中将指挥官太大了嘛？这样子，万一阿兵哥或者是军舰或者是飞机受到了威胁，他们能不能打？我告诉你，海空军没这个问题。为什么？这里面就讲到共同图像。为什么说到共同图像？海空军它的作战指挥机制里面，它所看到的状况与接触状况跟第一线部队一模一样，同步，这叫共同图像。所以说，例如说我讲班超舰跟乌鲁木齐舰接触了。他为什么敢用火控锁定他？因为海军的舰指部也知道了，所以是同步告诉你锁定，对，就是下决心了。那现在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陆军啊，你知道吗？陆军没有共同图像啊。陆军我们即使我受命说我可以做自卫反击，按照 ROE， 我们的指挥官都会下达一个预备命令，因为陆军没有共同图像，会跟我们讲。那个于将军，我告诉你，现在你就是第一线的指挥官。如果遇到了交战的状况，我授权你开火。参谋本部授权第一线的陆军指挥官，陆军指挥官授权第一线的旅长。为什么？因为不可能这个开火的责任放到一个兵的身上嘛，当然不可能嘛。所以开火的权责一定是中将指挥官要扛。但是呢，事实上，所有的兵收到这个命令之后，已经很清楚了，我不会挨揍。如果遇到了我非使用武力、非使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不能捍卫国土的时候，悍然处置。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为什么这次这个班超舰敢就这样锁定你，就是告诉你有授权了。所以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当参谋本部把这个所谓的授权举证下授到10大作战单位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如果共军进入了领海领空，只要进来了或是领土。不带命令开打，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很多人还说没有啦，还在作战区。再次强调，国军是有领导道德的，不会把这个开火的责任放在第一线的一个兵或是一个舰艇的一个小官身上。所有的成败一定是第一线的作战指挥官、中将指挥官来扛。所以这不是没有开放，而是权责分明。其实刚刚包括将军跟任俊所讲的这个过程。大家最担心的是老共如果要是频频做军演，然后一次比一次，就他们所谓的蟒蛇战术吧，一次比一次要逼近，然后慢慢这样做。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所有的那些应对能不能够完成，就是不要让他天天想着孝雄，要再往前的这一段。那如果要是譬如将军刚刚讲的，
如果他发射的不是到24海里的弹着点，如果万一要是再往前，万一有一天他如果真的打到12，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应对？因为所有的演习，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中间出现擦枪走火的状况。像我们的班超如果锁定他，如果乌鲁木齐做了其他相对应的一些的反应，哪一边会不会再往下做什么？不知道。这就是大家一直对于如果要发动军演的人要节制。你如果只是想要军演，然后让自己嗨一点 ，OK。可是，在过程当中，千万不能出现擦枪走火这一块。而这一块对老共来讲，如果他一天到晚军演，那到底目的是什么？可是刚刚讲到几个，对我们来说，在防卫上面显然有长足跟不同以往的一种，像海马斯，我就讲。所以当老共这么在乎海马斯，就表示他也会忌惮海马斯。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就要谨慎的用所有这些，而在未来台海这些，除了看到有形的战力，无形的，包括刚刚讲最近大家看到说有很多的，包括认知作战的时候，他们不是飞的说什么看到无人机看到我们的101，然后你今天在媒体看到也有退将出来跟你讲，他觉得那个就是无人机看到的那我们是讲说不是讲说那是在碧山岩那个地方那所发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是政战系统出身，所以打仗的时候，除了军事的这一块以外，心战的部分也很重要。所以阿 Q 啊，既然叫演习，他除了刚刚前面提到的军事武力的演习以外，他在心战的部分，他也特别做了演习。所以国防部这2天已经揪出来有46则的所谓错假讯息，就是说就及时澄清说这些是不对，包括甚至像顾立雄请假人没有在什么。在上班呐，那我可怜都已经演习了，他国防部长人怎么可能不在？可是就是还是会有人相信，所以这种及时的去澄清，这是非常重要。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阿 Q 啊，他从昨天到今天就一直不断的po说他的无人机啊，昨天说他拍到你的101嘛，那今天又加码说解放军的无人机啊，已经可以俯瞰整个台湾省，这是他们共军他们 po 出来的。那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因为昨天呢，他说他有拍到那个什么101的，昨天有人说是不是从碧山岩去查？这个我们目前老实讲不知道，但是国防部有出来澄清一件事，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可以监测到的无人机是都在24海里以外，就是说，所以他这个用这个画面有点模糊，他是不是在24海里以外的无人机？因为中共有一种大型的无人机叫做 TB001这种双尾蝎大型无人机，但确实是比较大台，所以是不是这个大型无人机？因为它据说它可以绕35个小时，也就是说它可以绕台湾2圈，所以是不是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24海里以外去拍？国防部目前没有证实。那我觉得。我不会去嘲笑对方说啊，你打不到，你看不到，因为这不需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所以相反的也要警惕，就是说，如果他拍得到的话，你知道无人机如果拍得到，意味着他就是打得到。他如果无人机上面装载的是飞弹或炸弹的话，他就是打得到。所以这件事情，所以国防部目前的回应是说，他们可以确定无人机在24海里外。那至于他那个照片怎么拍到的，国防部是没有去正面回应这件事。然后另外就是阿 Q 今天又 po 了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真的很在意海马式。这是他们海警中国的海警军，你看到他就 po 了个2碗，对不对？包起来，然后你看到，你又仔细看这一艘船，这是长荣海运，对不对？上面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海马斯。再的一则指控，他不要你海马斯运进台湾所以你可能他是假设说是长荣运进来，然后他要把你封锁，那你就知道他海马斯对他来讲是有多在意。你知道，包括这一次。他不是2天的军演嘛？你知道他第1天军演的时候啊，中共的外交部就出来直接讲，他讲什么？你知道？他就说直接讲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件事情啊，是什么类似就是助长台独事业。所以你看，他连外交部的官宣都已经讲，然后包括这影片里面都直接提到海马斯，你就知道他对于12月美国通过这110亿美元的这个军购啊，他非常有意见。那这里面其实前面一直提到海马斯，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分2批买到海马斯，我们现在总共有29辆的那个海马斯火箭车，还包括一些飞弹。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实兵验证，也在那个屏东九鹏基地有打过，就是还蛮顺利的。那这一次中共美国加码要卖给台湾的，如果买得到的话，他们是要再加卖82辆的海马斯火箭车，然后再包括420套的 M57的那个陆军的战术飞弹，可以打到300公里，然后还包括1200套的火箭弹。如果这个也如果顺利都买得到的话，那台湾加起来加上现在的29套，再加上新买的82套的话，台湾会有111辆的海马斯火箭。这个在世界上大概是数一数二，大概我看可能就仅次于乌克兰了，就是这个很重要。那这个是为什么阿给王那么在意呢？我刚才讲，它搭配陆军的战术导弹的话，可以打到300公里，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台湾海峡的平均
那个公里就是180公里的，所以它可以打360公，它整个台湾海峡都打得到，而且还可以打到对岸的，比如说泉州、福州这些海军跟陆军基地，它就是所有的这些射程都涵盖这边，所以这里面这个意味着2件事：如果台湾得到这么多的这个海马式跟那些战术飞弹的话，意味着第一个就是说，当两岸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以在它才直接打它对岸，就直接打它的那些，把它那些陆军、海军那些基地都打掉，这一个。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当它渡海的时候，不管它是用什么来渡海，用船啊，用什么的时候，我们全部都打得到。我都告诉我300公里，我全部都打得到啊。所以这个对阿给我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加上这一次除了海马式以外，美国要卖给我们，我们就讲美国这一次的110亿美元的，他卖的其实都是这种飞弹武器，他包括卖什么？包括卖托式飞弹，包括卖标枪反装甲飞弹，然后包括无人机反装甲，这些全部包括海马式，全部都是属于这种就是飞弹，而且你知道美国的飞弹精准。美国的火箭炮也精准，在乌克兰战争已经试验过了嘛，所以以精准度来讲，平常讲应该还是美国的精准于阿共那边。所以你若得到这些武器全部都进来的话，那你真的是变成是刺猬岛，真的变豪猪啊！所以他拼了老命要卡这件事情，所以他用这个军演，然后偏偏尴尬的在哪里？你知道，人家都已经讲说我很在意你这个东西，你就是不要给我买，不然我就打你。昨天，程序委员会立法院就直接把我刚刚讲美国这一个武器系统直接给它挡掉啊。他们说1.25兆第5次挡掉嘛，那其实重点在于美国这次要卖的这个110亿美元，就是算在这个1.25兆里面。那我的意思说，如果蓝白阵你对这个金额太高，1.25亿没那么多，因为美国要卖的大概3000多亿，蓝白就说要买什么都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至少这3000多亿的武器是要买。那你现在把它直接挡在外面，你让他连你知道什么叫程序？很多观众不知道什么叫程序委员会。程序委员会就像你去医院挂号的。我今天人不舒服，我要给医生看一下情况。如果症状轻微，医生可能跟你讲说，那你可以回去休息就好。如果症状严重，医生可能还要帮你转院。所以挂号看到医生是重点。今天你在挡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说我让你挂号都挂不了了，你进不了程序委员会，没有办法排到议案的话，你就没办法经过一读以后送进那个专门的就是外交国防委员会。所以你没有到委员会的话，你根本连讨论什么都没有嘛。所以国民党现在跟民众党两个加起来，就是用这个方式挡在这边，这让我想到当年，大家不要，我们现在讲海鲲号还没测试都很辛苦，对不对？其实当年如果国民党跟亲民党联盟不要挡的话，台湾现在已经有8艘柴电潜舰。2002年的时候，美国小布希政府跟国会同意要卖我们8艘柴电潜舰，当年就是国亲联盟，而且挡了从第5届挡到第6届，加起来总共挡了69次，全部都挡在程序委员会，挡到后来赖清德那时候当立委还立阿公。当年就是国亲联盟，而且挡了从第5届挡到第6届，加起来总共挡了69次，全部都挡在程序委员会，挡到后来赖清德那时候当立委还立阿公。我是海军出身的，肖哥你知道，我们以前海军讲一句话，海军目前有4艘潜舰，2艘是那个什么嘎比级的，那个是2战时期从美国接下来的，那个已经70、80年了，那个我们都称之为什么，你知道吗？铁棺材，我们就叫它铁棺材。谁敢上去那个潜舰真的都要先写好那个绝命书，因为那就是铁棺材。那另外2艘稍微新一点，那个是后来1980年代跟荷兰买的，可是即便现在也快了30、40年了就这样，台湾就没有了。所以如果那8艘当时能买下来的话，我们至少像阿公是封锁我们台湾，你知道要突破封锁，虽然我不是军事专家，但我大概知道要突破封锁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有潜舰。你起码没有潜舰，你可能突破什么封锁？所以现在如果还要再挡这一些海马式跟这些军事飞弹的话，你不就真的碎了阿公的意？所以讲最后一句话，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最不希望台湾买到这些武器？不会是美国，当然是 China。那你为什么要挡呢？明凤，老共这次军演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人列了好几个一定会有什么打击台独啦，什么包括日本高市长们要讲的话，然后包括美国，他真正的目的你判断到底会在哪？杨志斌东部战区的司令。就是他才上将1个礼拜，新官上任，所以要秀一次吗？因为当天发表的时候，大家就很突兀那有人就开始揣测，因为是蒋万安刚送人家洗盘子，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可能洗盘子送不对。可是后来又觉得说可能是前一天那个赖总统的访问讲了很多军购，所以对于他们的反弹，后来老共自己公布的是反对台独。还有禁止境外势力的介入嘛，所以整个分析起来，大家整个目前国际上面有各种的分析，大概有几种啦。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杨志斌刚上任而已，他就代表说，这整个火箭军还有这个整个军队的清洗可能告一个段落了，所有该抓的什么贪污的都已经这个所谓结束了，所以他们一上来，这个人才上任没有多久，才几天而已，就发动一个叫做正义使命2025，那。被抓的是叫林向阳，还有一个叫政委的是刘青松嘛，这两个都被抓掉了。然后那林向阳当时4月份发的军演的名字叫做海峡雷霆2025A。然后当时大家也不是讲说有没有 B 有没有 C 嘛？可是你看这杨志斌一上来，他就把这个名字改掉了，改成正义使命2025。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可能是对内的这个军方有一种这个宣示的这个作用，然后对外方面它有一点作用，就是说，因为它跟高市早苗的架还是在吵的，那吵的是没完没了就对了。那所以说他们觉得说这个好，你说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我们就来弄一次台湾怎么样？看你日本到底有没有什么反应，会被动什么？对，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所以他们这个做这目标的时候，大家觉得他们还是对于日本的示警的意味还是有存在的。就说好啊，那我这样好像贴狗皮膏药贴一大堆了，那你们日本人敢讲话吗？显然日本好像还蛮冷静的。那连美国好像也蛮冷静的，就是川普也说我知道你我不相信他会动武怎样之类的。其实在这个之前的演习，他跟美国的这个一些军舰，他有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啦，所以他很明显，他就针对一些恐吓、用宣示的一个作用而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就说大家会觉得说，哦，好莫名其妙啊，这双城论坛刚办完而已，然后你就马上就发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说，因为2025已经快要结束了，然后这个新的司令员上来之后，他有一个新的动作，然后对于代表这个军方啊，或是国际社会的目标，就说他们日本的通讯社是说杀鸡儆猴，但是我是觉得没有，我不想用这个名词就对了，反正就是给我围台湾围岛，而且他的围的这个情况比前几次都还紧密，还靠近嘛，所以说他是可能给一个国际社会一个示警的作用啦，就说这会你们如果再继续支持台湾或怎么样，会怎么样，然后再来就是真的是对于军购的东西。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弹，所以这个东西整个看起来，我觉得老共这一方弄出来，可是就说你还是要看整个局面啊。大家说啊，你已经打到24海里跟12海里之间。可是你一个登陆，你要整个打台湾，也不是说靠这样子，靠火箭弹就打到哪里就可以算准了。你还有很多东西，但你要到哪个程度？所以那你内部的这个所谓腐败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所谓2027年的准备真的到位了吗？其实大家也还在这个怀疑这个事情啊。那你问题是你做的这么浩大，可是因为卡在。川普明年好像有几次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所以他们也有保持一点距离，就是说我跟美国还是其实美国的飞机也是有来的，因为那个军机，但是他没有打开那个讯号。这个东西在国防部的记者会里头没有否认这件事情，所以美国的军机也是有飞来这边，这个做一个到达台湾周边做一个观察跟这个声援啊，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就还是要看下去。当然，说国防的军购怎么样或怎么样，是蓝白阵要挡到底吗？还是怎样？如果这样的情况，负面的作用是说国人感觉怎么样啊？都已经围到家门口了，那你蓝白的军购你要挡到底吗？那我们到底未来要用什么东西来防卫？这反而会不会促成军购案的这个通过？然后美国连这个国会也开始发言说，你们为什么挡我们5次？所以这整个局势，我觉得只是刚开始，未来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这样子。我补充一点哈，刚刚敏凤讲的，我觉得非常认同。军事是谁在指导？政治在指导。军事是政治在指导，然后呢，政治是为了帮。那个军事是为了帮政治创造有利态势，不然要军事干什么？那么这一次，中国突然间
好，不管是人家说有预警或怎么，不管，那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突然间实施这样一个演习，这个演习是惊动国际的，大家认为这是谁拍板的？我们在台湾要举办汉光演习，要举办联勇操演，要举办大规模的演习，请问谁能拍板？三军统帅，那大家认为中国尤其在台海演习，谁能拍板？习近平嘛，这一定是习近平拍板。所以这次的演习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政治创造有利态势。那么你说政治的不利态势是什么？就是川普突然间开口要卖你111亿，里面还包含了海马斯火箭。习近平突然间觉得，我两岸之间我本来是绝对优势，现在没有绝对优势了，因为以前我的火箭可以打到台湾，现在台湾的火箭可以打给我了，也可以打到我了，那个绝对优势消失了，所以他必须要透过这么高强度的一个军事演习，然后呢让压迫台湾，让台湾不能获得这一批这个海马斯火箭。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军事用不好会用巧成拙。经过了这一次，大家看到了这个 PCH 的1191的火箭是可以直接陆对陆打到台湾哦。那你认为要把这一大批，我讲过那个火箭噗出来是百发的呢？你要怎么去拦那百发？最好的方式源头打击。源头打击是什么才做得到？海马斯火箭。所以我才说有的时候政治人物你要运用军事来创造政治的有利态势，你用不好反而会弄巧成拙。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发动了这次演习，他想要威胁台湾，让台湾的某些人帮他挡住海马斯的军售。可是我觉得全国人民看得到，中国已经有这种火箭了，可以直接打过去哦。你需不需要海马斯火箭？如果需要，不要挡。不要挡，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你现在如果说现在好像叫美国也叫韩国要开始关心这个台海问题了，不是应该跟中国做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交往等等。所以你这样子一打之后，连韩国的关系或是战略位置可能都会改变啊。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好是坏，我觉得对中共来讲不一定是这样子。袁就要直接回应一下，从一中到敏凤将军都在质疑所谓的1.25兆，包括国防特别预算这些。1.25兆我没有挡啊，现在是没有进到程序员，这原因其实在清德总统非常清楚啊。就是他当初自己在选举的时候就说他愿意接受立法院的邀请来做国情报告，而且接受咨询嘛。那我们在立法院的时候，我们已经提案了就是希望他针对这1.25兆的军购案来做报告嘛。那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希望一问一答，但他到现在目前都没有回应嘛。他现在的讲法都一直讲说他不会接受什么违宪的做法。其实我坦白说了，我是觉得一问一答，只要他愿意接受是没有违宪的。因为我们去年提出国会改革法案的时候，是因为把它明文规定在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法里面，就是说他应该要来即问即答。但法官是认为法律违宪，就是说你们不能够写在法律里面，但没有讲说在赖总统他自己愿意的情况之下，他如果愿意接受一问一答，这并不是质询嘛，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你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形式。所以原差就会出现，如果赖总统就是不接受这种形式，那现在问题就是，那就一直不会复。不是，那现在就是说，他到现在就是说我们是提出一问一答，那其实他也可以先回应说，我愿意接受问答咨询，但是至于说你们希望一问一答，我希望统问统答，或我希望说3个问题一次回答什么的，那你要。大家要来谈嘛，譬如说总统府先回应我愿意，然后接下来像去年也有这样的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嘛，例如说是不是总统府来找大家，还是说行政院长像去年也有找这个3个党团，什么总是要有一个往前推进的做法。但现在总统府都是用情勒的啊，都是我们已经提出我们希望这样，他就是说你们不要挡哦，你们然后之前配合什么自由时报嘛，就是说他们都去大陆啦，都接受指示啦，没有人要挡啊。该买的武器就是要买啊！都是我们已经提出我们希望这样，他就是说你们不要挡哦，你们然后之前配合什么自由时报嘛，就是说他们都去大陆啦，都接受指示啦，没有人要挡啊。该买的武器就是要买啊！可是现在卡在这个细节。我先讲一下，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事情跟总统其实无关啊，因为我刚刚讲，你只要程序委员会通过以后，他送进专门委员会以后，所有的官员都要去按照立法院的体制，他就要去备询啊。那总统本来就不需要去立法院备询，所以这件事情跟总统无关啊。你可以找行政院长，你可以找国防部长，你可以找这些相关的部会首长来问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刚刚讲，当年不是国青也挡了那个潜舰的预算吗？最后其实从6108亿砍到4800亿，最后是砍到剩99亿。那个时候是陈水扁时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陈水扁这个特别预算，他有去立法院报告吗？也不需要啊。后来你们还是通过，虽然你把它砍到剩99亿，前届都不买，所以从体制上，赖清德就是不可能去立法院去针对这个预算去做特别报告。那你们找这个理由的结果，就会变成是你一直挡，现在挡5次了，我相信接下来会挡到没完没了啊！重点是当年那8艘潜舰，后来因为国青联盟挡到69次，美国后来就不卖了嘛，对不对？等到马英九时代，马英九上台后，他想要买的时候，美国不卖，奥巴马就不卖，所以同理可证。这一次如果你这样搞下去，将来等到过了这个以后，等到那时候台湾如果想买的时候，拍谁？美国那时候海马就不卖了，我们台湾不就倒了？将军要先回头，我要原汁一次回来。我很快补充原汁一点哈，就我相信这不是原汁的意思，这应该是蓝白的想法，就是我要掐着你这1.25兆的预算，赖清德你给我来，我觉得没有问题 ，OK 啊，就是蓝白要去监督总统，要去监督立法院长，不管合不合宪，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可是你不可以把国家安全压进去，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中国这个 PCH 191，啪这样打出来，我觉得你慢慢拖可以。现在海马斯火箭有1.25兆，尤其是海马斯火箭，还有陆军的这个所谓的上帝视角共同图像，这不能拖因为今天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同意了，明天就卖了。这有时间的哦，有时间、有节点、有程序，而且还有换装的。你拖一天，中国就多一天威胁你的时间；你早一天，我们的风险就减少一天。我觉得蓝白要跟绿的去斗，我没有意见；你们去斗，我没有意见。但是不可以把国家安全拿来当筹码来压。来，元之。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他也不急啊，因为他知道，我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钥匙在他手上嘛。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请总统来做报告？一中是认为说叫国防部长就来，为什么？因为这重大国情啊，1.25兆而且是他自己投书外媒去宣布这个事情，表示说这个事情是他在推的东西嘛。那目前为止，我们立法院收到的提案就是6张 A4 纸啊。那黄国昌是说2张是指说明是2张了，6张是还有包括什么条例的名什么的，但是总共就2页 A4 纸，他就说要给他1.25兆。那我觉得既然这个东西也是你提出来，而且这算是重大的国情了吧？那请你来做一个报告，然后接受一个问答，为什么不能够来讨论这件事情？那就没有要讨论啊，这是用情勒的啊，就是你们就是要过啊，不然就党国防啊。其实他如果很重视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将军刚才质疑的是，你们会把国家安全压在这上面？没有国家安全啊。如果赖总统认为说这个对国家安全很重要，他不会这样处理啦。他很快就会请总统府的人来谈的嘛。他现在就觉得没有，我给你拖，反正我也不在乎。我看你能够撑多久，你越撑越久，我就可以配合认知作战，然后把你打成中共同路人啊！我现在就觉得是这样啊。如果他认为这很重要，为什么他没有任何动作，都是喊话的嘞？一直在喊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他手不去推门，就在那边等啊。我没关系啊，来啊，来看谁会认知作战呢？我觉得现在心态就是这样啊。来，这好换我讲啊，1个小时了。来。其实我应该是讲说，政治、军事、经济其实是相关联的。刚才在军事上面啊，2位职业军人也都讲得非常清楚了。那我必须要先讲，这一次中国大陆他们用所谓的长程火箭弹 PCH111，其实在我们国家安全研究所里面也说明了，它可以280公里，另外一型可以400公里。其实这对台湾来讲，某部分是造成非常大的压力。那换个角度，为什么它不用弹道飞弹？弹道飞弹在大家如果记得没有错，在上次军演2022年的8月，它导到日本的经济海域啊，那造成蛮大的一个动荡。这一次日本就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导致于他们这次用经济上比较便宜的那个所谓的长程飞弹，就比较经济型的火箭弹，对火箭弹。其实某部分中国大陆的经济到底好与坏，我个人还保留怀疑的态度。所以在整个演习对台湾的北部、南部，全世界的媒体，尤其我们亚洲的媒体都在讲说，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北部、南部环岛这样的情况下，造成某部分的一些问题。但我也必须要再讲回来政治面的问题。
政治面，全世界包含法国、捷克、比利时、瑞典、日本、加拿大、美国、欧洲等国会也全部在声援台湾，不容许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你换个角度，回到我们国内的政治面，刚才元之一直在讲说赖清德觉得重要就怎么样怎么样来吧。我觉得你没懂的懂，你没有必要拿这个当借口。那再讲一个什么一个问一答啦借口，我是觉得如果你说什么2张纸拿1.2兆，平均一年1600多亿，我换个角度，蒋万安针对400多亿来我们议会也只有半张纸啊。那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讲，我应该是讲在政治面的部分，应该是说你们到底要不要把台湾这个刺猬那个刺长出来嘛？你不要让什么总统要不要来报告，现在重点。海马斯飞弹在中国大陆也认为这个东西对他们造成影响，你要不要买？你买了，我们刺猬就长出来了，长出来人家就不会咬你了嘛。可是现在的问题，一直把它牵拖在政治上，总统要不要来国情报告，要不要一问一答？我只是讲说，今天你们可以进入程序委员会，送到委员会去讨论。你有本事就讲到说，海马斯我不买，可不可以？可以呀。可是你连到程序委员会都不到嘛？那第二个，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立场来讲，针对习近平，除了他军事演习壮大他大内宣，他其实他某部分代表他的位置其实也在动摇。他必须要做一个军事演习，让人家知道我大内宣的部分。第二个，习近平呢现在这个问题，他对台湾在做的这些动作，无非中国大陆大内宣也要告诉全世界讲说，我们这是内海，我们是国内的问题，你们第三国家不要来什么等等的问题。但是问题是在我们台湾我们国家里面，我们中华民国岛内，我请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人在附和他？这才是重点。你觉得有吗？有啊。郑丽文说中国军演是在保护台湾，就问萧旭成说中国军演是针对台独跟日本。我很在 care 的一件事情，这些人你们向往中国大陆是领导的代志，但对我来讲，中共今天打到24海里，哪一天不小心像将军讲的，那个角度拉高一点就飞远一点。那如果照这样的情况，我们台湾有没有可能到12海里？也有可能他们误触了，等到12海。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军事你们在挡。那我想请问一下，到底我们台湾要不要变成刺猬？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这一点。我的全家都在台湾，我生长在台湾，我爱台湾，我爱中华民国，但是我不容许你们在操作政治上，不管你们是不是蓄意有意、刻意的配合中国大陆，或到那边去领旨来台湾要挡军购，我不管。但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我们台湾必须变成刺猬。为什么？我们最起码你要被怕我一个，你要嘎我，你嘛唔敢嘎修大了吧？那如果说今天海马斯能打，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那么怕？是因为海马斯可以直接打他们嘛？那以现在我们的军事武力，或许某部分蛮牵强的，但如果海马斯，这个是加油添醋，甚至于说在我们的武力上面是等于是加了很大的一个防卫。所以我个人认为，元之你身为一个国会议员呐，大家都是民意代表。但我只是基层的民意代表，但我认为你一直在讲赖清德，不要把他拉到那个地方。你到底台湾需不需要军事？其实之前国防预算大家是不是都通过了嘛？对不对？之前这包括就是最新的一次特别预算，有大概1000多亿是跟国防预算有关的，大家也都通过了嘛，都没有在挡国防预算。现在只是希望说针对这1.25兆。来说明清楚一下你的战略到底是什么？这1.5兆要什么使用？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拿到货？然后后续还要什么样的进行？只是来说明一下。现在是说卡到问答，其实这我觉得是一个很低层次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诉求讲出来了，总统府就是当没看到，一直用情勒的。然后再来就赖清德总统现在讲话，我觉得他越讲越夸张，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总统哪一些部分，譬如说什么，我们什么再也拥抱习近平，我跟你讲，这都很像是那种脆上面没有头像的人讲的话，你知道吗？怎么会总统去无中生有这种东西？那什么拥抱习近平？建议刚才直接用的就是这几天你会听到绿营有很多朋友讲说，我们国内到底有没有人在里应外合，在附和，在做所有这些？那当然有人会直接讲说，郑丽文主席啊，那都没有谴责或者郑丽文主席今天有先讲，希望大陆当局不要军事相向。当然后面又讲了。
民进党要宣布放弃台独啦，要什么什么这些。然后刚才建议在字里行间里面又出现领旨，到大陆领旨或什么的，所有这些对你们来讲的话，会不会构成一些压力？对。他们一定是这样子讲的嘛，他们一定就是说，其实我们是觉得我们在合法为人民就是保护核保，但他们一定是扣帽子说我们就在挡军购，对，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单纯在讲挡军购，他在讲说在附和老共那个地方，易中刚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最不希望我们买到这个？答案一定是中国大陆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些事，是不是都某种程度是在里应外合？他有很多最近有很多例，他们一定是这样讲。但是我就讲嘛，我们都没有在挡军购，之前预算通通都有过嘛。他要的哪一个没有过，都有过嘛。现在是针对1.25兆，只是说来立法院报告，那就他就不动啊。对，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不是单纯在讲挡军购，他在讲说在附和老共那个地方，易中刚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全世界哪一个国家最不希望我们买到这个？答案一定是中国大陆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些事，是不是都某种程度是在里应外合？他有很多最近有很多例，他们一定是这样讲。但是我就讲嘛，我们都没有在挡军购，之前预算通通都有过嘛。他要的哪一个没有过，都有过嘛。现在是针对1.25兆，只是说来立法院报告，那就他就不动啊。那他不动，到底问题是在他还是在我们嘛？然后一直用，因为过去的特别预算从来没有总统去立法院进行过报告啊。不是。这是因为他重大国情嘛？那我过去也有重大国情嘛，而且他也说没有，他也说他愿意来哦。阿扁也没有去啊。他也说没有，赖总统自己在选举的时候也说愿意来。他说愿意，那我们也邀请了嘛。他是基于宪法的国情报告，针对问答的形式嘛。其实这个东西是技术性问题，但他都没有要跨出那一步，然后就直接就讲说我们在我要跟袁志讲说，你身为一个立法委员，最了解军备、最了解军事、最了解我们国军需求的是谁？是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去报告，不就等于是总统去报告？好，那你换个角度，你要总统去专程的就是什么报告等等。我个人认为，现在是要不要买的问题，需不需要买？不是、啊，我们把这个层次提高一点。你们现在就变成说总统不需要来，但实际上总统已经愿意来了。现在人家已经在做大内宣，兵临城下，让全世界认为之前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头顶上，钱都付了，也都拿不到，那你到底要不要把台湾该武装成一个刺猬嘛？你送到程序委员会去了以后，你有本事就说我不买嘛。民进党牙卡牙就没有要不买。如果说一直在挡之前预算都不会过，就是没有挡。你让民众知道你要不要进去讨论，不要再拿着总统要不要来国情报告的问题。本来因为今天是跨年夜，明凤说不想跟袁志之间。来，明凤，他刚才叫我一直要讲大声一点。来，明凤，不是这本来就在挡啊，这有什么理由呢？对不对？不是你要不要那个你要审预算，你要么先复委嘛。复委再来谈说到底怎么样？那如果不过的话再说啊。可是你不是啊，你们现在一天到晚拉着，我看那个，而且你们蓝白根本，我前两天还听见那个白银的立委在上面讲说，我们可以不用一问一答。可是现在国民党的立委就说要一问一答，因为而且一问一答不违宪。一问一答不违宪吗？所以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你们好，我复委，我先复委，本来审查预算就是立法院职责，否则你们白领薪水在干嘛？你们这个我又来了，康大，不是你们这几个月都在瞎混嘛，根本就没有在审预算啊，然后呢不停的在延会，那你就把预算复委，然后要国防部给你们交代什么东西，然后要总统要怎么样讲话，这可以就再进行商量。可是你们现在5次连复委都不复委，这个是什么样的程序？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啊。我是不愿意讲领旨或怎样，可是你们做的就很像去领个旨，因为中共就不要海马式，所以你们就挡了1.25兆。而且不会，那如果最后有买到海马式，今天来抹红的，是不是全部都要道歉？可以啊，现在是卡在程序嘛？可以，因为审预算本来就有很多程序嘛。买海马式保卫国土最不重要的就是程序。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1.25兆，你们每次会讲说，我看别台的那个立法委，我听了就快昏倒。我们国家1年才3兆的预算，然后就用了1.25兆去那我们小孩子还要不要教育？我们孩子要不要吃营养午餐？鬼扯啊！1.25兆是分8年，分几年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混淆视听的说法，真是令人觉得很。你们到底有没有念书啊？没有念书就去当立法委员吗？他们现在有个说法是说，我听到黄国昌的说法说，要买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就要通过这个预算。所以我刚刚讲重点就在于，你先让他复委以后，让他进去以后，至少我们可以确定，美国这110亿是重要的。我们先讨论这个，先买嘛。那其他的，如果你觉得说，你们现在连个计划都没有，我不给你买，你可以砍啊，又没有说预算不能砍。但是问题是，我现在就是不能挂号。我就把你些健保卡抵押，我要插去挂，你不让我挂嘛？在地方议事厅里面，通常程序委员会绝对不会有所谓的不让他排入审查。那你进了实质审查，牙卡牙就像牙卡卡贼，像牙就卡贼就是像牙。但是你现在挡到这个，只是因为总统不来报告，总统没有诚意。那你就进委员会讨论一下，真的到委员会去，你们的人也换到你们当召委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排，你们的人多啊，举手你们说不买，那我们也不能怎么样啊，对不对？不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一党有不同，也可以不同的意见哈。不是过年就要把事情讲清楚嘛，对不对？哈，那我觉得在野党呢，就是要做一个忠诚的在野党。如果在保卫国土跟所谓的程序问题上面孰重孰轻都分不清楚的情况之下，这种在野党要叫忠诚吗？我觉得总统，那如果总统也要忠诚嘛，赶快来谈嘛。国民党的，总统意思自己卡自己的预算，我也不懂啊。竟然在军演当天就开始破口大骂总统怎么样，然后后来人家骂了之后，他才修正，然后还说台湾倒了8辈子霉才有民进党这个政府。我觉得这个够了吧？这句话上了中共百度的热搜，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14亿的那些小粉红。来任俊，刚才明凤提到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啦，就讲说那个这次劳工军演什么什么这些，当然过程当中大家讲，他讲说他希望能够在明年上半年能够到大陆去，然后希望能够两岸之间大家要和平啊，大家可以谈啊，什么什么类似这些。国台办对这个没有正面的一些的回应，可是这整件事情。郑丽文现在一定会是国民党国内最大在野党的党主席，所以他讲的任何话一定也会引起大家一些关注。包括这一次劳共军演，他前面讲了什么？他今天又讲，那劳共可不可以不要军事相向？然后后面又讲民党一大堆这些，所有这些，可是只要有人提到说他们是不是里应外合，所有那些人质也觉得委屈，他们也觉得冤枉，这干嘛要讲这些？他们为的就是两岸之间台湾老百姓不要有战争而已啊。郑丽文今天讲说，两岸不要这样子什么军事相向啊。如果2天前讲不是很好吗？2天前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可以讲这个话。黄国昌好歹第一句话也都讲说不应该这样。所以我就说你隔了2天，一定会让大家讲说是不是因为你那个话其实变成是一个反效果嘛？那如果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认为说，你把所有中国的这个军演把它全部正当化了。他那时候访问的那几个话，其实就是那老共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他来了。你不是在正当化说他合理化他来的这个理由，你国民党一定会受到压力嘛，所以他今天在调整嘛。那如果你的国民党党主席的立场是这样，我说在没有讲出中国两岸不应该这样的时候，你国民党或者民众党的立委在立法院里面，不管你用各种的理由或者是原因。你说这整件事情我不复委，我就叫你来谈。你说让大家不会有联想，你的这个态度是一致的，而这一致就是为了要让郑丽文能够有机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嘛。国台办本来对这些事情，从以前到现在，国民党多少党主席都要去跟中国那一边，就是说都觉得就要跟他的国家领导人或者是他的这个党主席见面。这个哪一个党主席没有这样想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党主席像郑丽文这样子敲锣打鼓的说我要去，然后中国就是冷处理嘛。如果中国已经冷处理这么多次，而国民党还一直在那边喊说我要去见习近平，我希望跟习近平见面，你不会让大家觉得是你在求见吗？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去一直在那里争的？所以郑丽文后来也调整啊，他说人家就问他说，同样也是在广播，对不对？郑丽文很喜欢亲上火线讲嘛。他说没有啊，我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跟习近平见面。所以人家问说，那你上半年会不会去？他说目前是没有规划，但如果要去，一定要跟习近平。不是，你表面上好像是我设了一个门槛在这里，说我如果我去，很简单，除非习近平跟我见面，我才要。那大家明眼人都知道嘛，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是人家要不要。你已经喊这么多次了啦，就是说。今天在立法院这件事情上面当然现在蓝白的立委都是有一致的口径嘛
就说我们要讲程序啊，程序今天来啊，对不对？你今天赖清德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审啊。如果你回来看过去这一整年几个争议性的法案，程序在立法院很重要吗？按照大法官刚做的这个释宪，虽然我知道国民党是很不喜欢那个大法官释宪啊，但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们立法程序有问题怎么会你最后3读通过的那个条文跟你中间的提案是完全不同的？也提到就是说你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问大家有没有意见，结果人家发表完意见之后，好，有意见讲完了，我们继续表决，你也不去讨论人家的意见，他其实明白讲你在这个程序过程当中是很有问题的。刚刚去争执说赖清德愿意来有没有违宪，大法官怎么违宪？去看一下大法官当时为什么认为那个是违宪，是因为你立法机关有没有去干预到其他宪政机关的权责，不是在那边他要来不来，要不要来不来，不是这个原因嘛？所以我就讲，就是说现在你说一直在争这件事，说我们没有要挡啊，只要来，我就讲啊，像黄国昌啊，黄国昌第一天的时候，对他讲得很漂亮啊，两岸不应该这样啊，他有没有这样讲？有啊，结果隔天他跟国民党一起把这个预算我同样让不付委，那你跟我讲哪一个黄国昌是真实的？就是如果中国没有在今天军演，没有在这2天军演，你要去炒这些说没有急，我觉得这是对民众来讲就很简单嘛。中国的这个军演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它有急迫性，应该要谈？结果今天大家回来争的是说，你跟赖清德你自己不来，都是你不来你不来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没有错。这个其实老实讲就沦为政治最廉价的两边。这是沦为最廉价的两边。谁喜欢看到这种事情？中国喜欢看到。而这一切来自于是当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不断的喊说我要去跟你见面，我要去跟你见面，我希望见面，而且他不只是这样讲啊，不要只见一次100次也可以，这是曾立文说的啊。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国民党党主席公开喊成这个样子过，而老共连理都不理你还继续喊。就今天对于两岸或者对于国防来讲，老实说啊，我也没有认为你今天那些预算什么1.25兆要全部过，所以我愿意认同赖清德那一句话，你可以砍嘛，你可以删嘛，重点是你进来讨论嘛。你说这些有没有武器？我还没有看过哪一个军售案。刚刚提到当年马英九那个就是3项军购嘛，还那个什么反检机嘛然后这个爱三嘛，这边爱国者嘛，我还没有看过哪个军售案是由 AIT 出来跟你讲说没有关系，如果大家有疑虑的话，有意见我们也可以跟你说明。结果民众党把它扭曲成我们没有这么伟大啊，我们也要在立法院质询美国关。人家没有说到立法院跟你报告你直接把这个全部都打死掉。我就讲，就是说他能不能讨论？我不认为，就国民党蓝白现在一直在争的，就是说你赖清德不来，我们就免谈。我老实讲，这很廉价的操作，这非常廉价的操作。如果要讲到说，那我们到最后过了或者怎样，是不是要？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了。在这个时间点，什么时间点，什么东西有急迫性？对很多人来讲，当中国刚军演完，大家看到的是他告诉你我要围台。围台的概念是什么？我让你的外援都进不来。我就问一下，如果中国已经摆明告诉你我的演习是让你外援进不来，我在这个阶段里面，我期待在我等不到外援的时候，我增强我自己的力量。请问哪一个比较有急迫？可是现在看起来，因为今天是12月31，明天元旦，照理来说升旗典礼，那蓝白阵营看起来不太同调，因为国民党会去升旗。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选择新北。将军，解释一下2个词：新北我来，台湾我顾。一个是黄国昌，一个是柯文哲。请问一下，这8个大字配上这2个人像，怎么解读？就是黄国昌，如果你连新北都不敢选的话，我柯文哲2028要怎么选总统？因为现在你是党主席哦，现在的党主席叫做黄国昌。如果你现在身为一个民众党党主席，你连新北市市长都不敢选到底，那你还期盼我2028出来选总统吗？所以说，在用小草跟小众的力量把它绑在一起，逼黄国昌选到底。可是这样蓝白合不就破了？蓝白合2024年就破了。那柯文哲时候就破了。柯文哲合不成，黄国昌成，那柯文哲算什么啊？对，新北市不会蓝白合的啦，不会蓝白合的，不会蓝白合，那会沙卡都。黄国昌，您这样讲，按照这样，黄国昌选到底。我认为黄国昌选了，你看黄国昌明天升旗典礼，他跑到新北去升旗，对啊，到新北啊。
那这跑到新北升旗叫什么？战场在哪里？我主帅就在哪里。他的战场在新北市嘛。他的战场在新北市，他的战场不在台北市嘛。他在台北市跟苏建干什么？我是桃园市的议员，我跑到新竹去升旗，我干嘛？可是他住台北市，而且住在台北市最贵的地方。没有，那是那个家住台北市，心怀新北市，选要选新北市，他一定会选。因为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哈，因为现在如果新北市不选，如果黄国昌新北市跟国民党合了，新北市民众党的议员能够增加吗？那么黄国昌如果新北市他选到底，他就用那种柯文哲的战术方式，跟李四川拖啊磨啊，搞到了2026年的8月份。各位看那个李四川的声势起得来吗？我告诉你，拖也拖垮了。拖也拖垮了，因为国民党现在很奇怪，对内拼了命搞蓝白合，对外拼了命要搞国共会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国民党自己的志气呢？你凭一己之力不能够拿回政权吗？为什么蓝白合？你凭一己之力不能守好中华民国吗？蒋介石能，蒋经国能，为什么现在的国民党不能？所以国民党现在为什么中国人啊，中国人这中国对岸的大陆朋友讲的，国民党没出息，是中国人讲的哦。你当年蒋介石、蒋经国可以扛住毛泽东的压力。毛泽东当时是能谈的吗？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个立法委员讲说，为什么马英九时代这个两岸的状况这么好，为什么到了现在赖清德就变这么差？那你怎么不讲老蒋时代？老蒋时代是造成两岸分离的核心就是蒋跟毛不合嘛。那为什么到了现在的国民党，你没有坚持你们国民党的老祖宗老蒋？所以我再次讲。国民党如果再把你想要拿回政权的希望放在蓝白合，国民党真的会完蛋。可是从新北看起，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个立法委员讲说，为什么马英九时代这个两岸的状况这么好，为什么到了现在赖清德就变这么差？那你怎么不讲老蒋时代？老蒋时代是造成两岸分离的核心就是蒋跟毛不合嘛。那为什么到了现在的国民党，你没有坚持你们国民党的老祖宗老蒋？所以我再次讲，国民党如果再把你想要拿回政权的希望放在蓝白合，国民党真的会完蛋。可是从新北看起，可是黄昌最近动作很多。易中老师，你的身材有黄国昌主席好吗？他不用 P 图，他不用 P 图就有了。凭良想当然有，他不用 P 图我单杠可以拉10几下，黄国昌是假搭单杠，这个是验证，好吧？可是他为什么PO这个？不是，重点是黄国昌给大家一个新年礼物，Happy New Year， 所以他就 PO 了这一张健康之路。凭良心讲啦，今天网络上很多人就说不要伤眼睛，他们不想看。好，那我觉得有个网友在黄国昌的脸书下面留言是最公正的，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宁愿看到你心肠变好，就是说，他虽然是身材变好，但是他宁愿看到心肠变好。这当然是网友在酸他，但持平的讲了，黄国昌其实这一点还是要肯定，就是说他减肥这件事情是厉害的啦。他自己自称，他说他去年的这个时间他是94公斤，然后经过1整年呢，他瘦了17公斤，就变成这一张图，其实是蛮厉害的。重点可以平常讲。可以这么短时间内这样1年这样瘦成这样子我先不管他是不是 P 图，或是他是不是有收小腹，这个我们拍过照，我知道了。就是你跟大家报告，你只要瘦的时候，腹肌会很明显的时候，你在拍照的时候，你只要抹油，然后光影是由上往下打的时候，然后再吸一个小腹的时候，它就会有光影。所以任何人你在家里试试看，不过前提是你还是得瘦啊，当然，对，所以肯定他瘦这件事啊。那另外一张是故意把肚子挺出来对，而且这个有时候以前我认识那种购物专家，他们在对照之前都会故意。讲不一样的，都是故意摊着一个照片，然后实际上是没有变多少。但不管怎么样，我刚刚讲，肯定他至少厉害，降了17公斤。好，那今天记者就问他啦，有没有打瘦针？黄国昌是说，他说身体是因为运动而更有活力的。他说这绝对不是靠打针吃药可以达成的。但我的情报来源，凭良心讲啦，应该还是有靠这个东西帮忙啦。但瘦肉针不是坏事，我要跟大家报，它是合法的药物。那只是说，像我朋友也有打瘦肉针，那打瘦肉针的每个人的副作用不同。
那有的人打完以后，他会有，因为他说真就是让你抑制你的吃饭的食欲，让你比较不想吃东西。然后，有的人副作用会比较大，会像我朋友打完以后，他说他整天就觉得疲倦，脑子就不清不楚，所以他有吃，可是打了一阵子以后就不做了。如果研究报告有显示，就是说，如果收到针停用的话，他很容易他的食欲又回来，容易复胖。所以不管怎么样，要肯定他啦。他有没有收到针，他自己会回答，但是至少他没有复胖，这是他肯定。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些动作呢？其实就是因为声量嘛。因为需要他对黄国昌来讲，其实我们在节目上讨论他都是好事，因为讨论他才能不讨论才是麻烦。对，讨论他可以巩固他在小草的凝聚力，尤其他现在会担心自己未来。他今天有讲他就说啊，民众党啊，就他2026年势必会更艰辛，大家要团结。其实我说没有啦。没有，大家没有更艰辛，是你比较艰辛的，因为你有很多案子，你自己会艰辛。命理师也讲，你明年会很辛苦，然后所以是他。那但是他做这个动作，加上柯文哲前一阵子不是在新北市帮他搞这个助选吗？我觉得刚刚将军说黄国昌会选到底，但根据本人对他的了解啊，当年我们一路从戏子这样子，他后来确战，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不会选到底。但是虽然没有办法选到底，可是我必须要在这个时间把我的声量炒起来。所以包括小玉、邱明玉也爆料，就是说有一个娱乐圈的大佬有在帮他做偶像，那今天他的证实应该就是王伟忠的演艺圈的大佬，那他把他打造成一个偶像，所以你可以发现黄国昌其实很多形象照，那一支影片我有进去看的，我是不建议你们看的，那我是有看，我工作需求我有进去看，那把他打造就是很帅帅的韩国那种欧巴的形象，就是偶造型。那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那王伟忠今天有回应记者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帮黄国昌操盘？王伟忠就说我没有帮任何政治人物选举，他说从不参与政治人物选举操盘之事，他说他没有操盘的，但是打造形象算不算操盘？不算吧，所以这个他没有否认。好，但重点是为什么黄国昌要做这些动作，包括拍写真啊，或者这些，就是他需要声量，然后他需要巩固。那这个东西就是最后要变成怎么样？我很努力而且我创造声量，然后最后我去跟国民党比民调，不管是跟新北许光汉、刘荷兰比，还是跟那个川博李世川比，重点是他必须要做到这样子，因为比民调的时候比赛输凶贼了，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没有努力，然后最后民调输了，光排在人家也看不起你。如果你民调只有10%，我的有理哦，根本懒理你。就算你要脱党参选，你说我要蓝白破局，我要选到底，人家也懒得理你，最后弃保。所以对他来讲，我相信这也是柯文哲给他的使命，就是说你必须要跟到最后，就是说在比民调的时候，即便我们输，也要输的少。那这样子你才有把他 K 的机会。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跟我合作，蓝白不跟我，比方说不让我当副市长或怎么样的话，不照顾我的小鸡的话，我选到底，因为我有能量。这个时候，不管是李世川或刘荷兰才会怕。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在做的是这个动作。但是我现在就可以大胆预测，最后的关头，绝对他不会什么蓝白破裂的。一介人个性你也不信吧？你讲柯文哲会不会选到底？我觉得会。柯文哲的个性是打到底，但是够枪哦无啦，伊就是时间搞的是蓝白合作。元之，新北会破局吗？蓝白合，我觉得以目前王国昌之前讲的话是不太可能破局的。那刚刚讲说什么那个黄国昌明天选择去新北，没有去总统府，这没有冲突啊，我们两个根本不同时间的嘛。新北是10点的，他应该是讲说他不愿意去总统府，不是说他为了新北不去总统府啦。那他去新北很正常啦，因为他就是想要选新北市长嘛。他就像刚刚一中讲的啊，最后有个机制嘛，民调，那总是希望民调要高一点嘛，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啦。那反正是我现在看民众党的步调还比我们清楚。就他现在已经开始要造势，对，前几天不是在办一个造势，柯文哲也跟他同台，然后接下来就征召他嘛，然后他立委大概做到1月31号，2月1号就会成立竞选总部了嘛，接下来就会继续往下走，所以他们的态势蛮明显的，是国民党这边比较慢啊，所以我觉得像前几天那个郑丽文主席不是脱口而出说我们要征召李世川嘛，然后来那个光汉就说怎么希望有一个制度什么的。你现在都直接叫光汉，刘荷兰对，刘荷兰对。他是板桥刘德华，然后另外一个叫新北许光汉。那我觉得为什么那时候忽然间主席，我是揣摩一下，他为什么忽然间会抛出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去征召李世川，就是因为可能你看在新北的部分，白黄国昌开始造势了，绿朱晓慧老早就被提名了，我们的人呢，我们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那如果按照之前传出来的说法，李世川要到3月，现在才今年最后一天，还有3个月，你在这3个月，你就是看黄国昌，看苏小慧，那我们的人呢？都没有啊，所以基层也会焦虑嘛。所以那时候可能主席就先抛出来说，我们也是有既定计划啦，我们也是之后会征召李世川，大家稍安勿躁啦。但是可能在征召的时候，那时候忽然间刘荷兰没有
没有浮现在他脑海里面，就脱口而出李四川。但是后来那个主发会跟我们的那个发言体系就有出来解释嘛，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个机制啦，哈，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还是有个机制，但是可能就是以此端为主啊。宜兰也是一样状况哦，宜兰也是，其实我们到现在应该还没有确定要征召吴宗宪嘛，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议长，他有兴趣在选。那可是民众党就是陈婉慧老早就已经就位了，那所以吴宗宪虽然还没有确定，但是他已经开始挂看板啊。他上个礼拜还有办一个小型的造势，就是要告诉宜兰人说，我们也在动了，好像吴宗宪什么也在动了哦。但就是安自己人的心，但是最后还是会蓝白整合了。不过现在看起来，明凤，你对整个蓝白整合会这么乐观吗？像元之一样，而且中间有一个变数，柯文哲柯前主席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因为除了刚刚讲那个台湾我顾那个大造势两边的那个牌子以外，柯文哲柯前主席礼拜5要到立法院拜会蓝委跟绿委。当然，他讲好听是为了一些医疗法案啦，或什么这些，但有人说这是绿白合某种程度的一个操作杠杆吗？当然是啊，同时也是柯文哲重出江湖的这个预兆嘛。就是黄国昌在那个影片里面，他就不是在一片那个那个砖头的这个墙壁里面，他说我这一块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北的这个战略基地什么的，未来我就在这里操控整个新北的选举，然后顺便做党主席。当主席有叫顺便的吗？就唯一一个兼职的党主席就是黄国昌嘛。那你显然就是他们就知道柯文哲要复出了嘛。柯文哲这个礼拜5的时候要借着所谓推动代理孕母的这个条款去拜访蓝绿的党团。那拜访蓝的党团，那当然是没有什么疑问嘛。那现在都是在炒这个蓝白合，那绿的党团呢就比较稀奇了。那绿的党团是有人高兴，有人也是不是很舒服啦哈。不过他们又就去访问总召嘛，那总召是一个很好讲话的人，本来改过一次时间，可是后来还是又约一次时间。那柯建铭还是说 OK， 所以还是要去见总召。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柯文哲一下子就用一个不相关代理孕母这个东西是所谓民生法案，而且很多人都很关心，用这个东西去踏出你的第一步。我不能说我不得不说他很聪明，用这一步的话就打破蓝绿的门槛。我用一个民生法案，我同时踏进立法院的，跟蓝的不用讲，跟绿的我也可以有沟通了。所以说，我觉得说未来柯文哲会整个要掌控整个这2026的这个政治的选举嘛，还有2028的选举，我看也是可以掌控中嘛。今天不是讲说三中案判了这么几年，还不是一样吗？所以他这个官司不好可以拖几年，拖到2028，搞不好也没结果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柯文哲重新掌握民众党的开始。那未来这个东西对于蓝白合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会有一点冲击啦。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黄国昌这边演很大，没有错，民众党的确要有一只母鸡在这个新北。可是问题是你真的进入这个深水区的时候，你曾立文说好吧，我们他讲的是大实话嘛，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刘和然、许光汉的这个民调跟黄国昌是差不多啊，那差不多那3月就是征召李四川了，他只是直接把结果告诉你而已。然后问题是刘和然就很不满，所以这个其他人就帮他收回去，说没有啦，我们还是会做初选什么的。但结果就是郑丽文讲的那样，就是3月就开始征召李四川了，征召李四川之后国民党客气一点就比民调，那你黄国昌还不是输，那还不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蓝白合能不能合，其他新竹，反正你国民党也抢不过嘛，就已经支持了。对，那现在指标就是宜兰啊。好，那宜兰你要不要你敢真的做民调来整合？因为宜兰是有的拼的，一个是吴宗宪，一个是陈婉慧嘛。如果宜兰敢做民调去拼的时候，我觉得蓝白合才有一个希望，还有一个指标啊。否则的话，蓝白合就是虚谈一场啊，然后没有什么，就是各占山头。这本来就是我的地盘，像新竹就是我的地盘嘛。然后其他的县市国民党会让吗？也不大可能啊！而且做出来他们的选都比较高，我干嘛要让给一个输的？那就宜兰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要不要做民调决定？这个东西就是指标嘛。而且这个从
这个踏进礼拜五踏进立法院开始，我觉得蓝白的化学效应搞不好会有点变化。对，绿营会乐见到当柯文哲踏进立法院，刚才讲的蓝白会出现变化，绿白之间会开始有一些整合或是能够暧昧的一些的状况吗？那还有一个问题，我每天要问一次，今天12月31了，总预算呢？是。总预算，我们议会我是公务委员会召集人，我已经过了。立法院呢？立法院原则上不过，这个要问原则吧？为什么还不过？但我一直认为今天是1月31耶。因为明天黄国昌就再见了，是不是？我新年新希望，今天是1月31。我们议会我是公务委员会召集人，我已经过了。立法院呢？立法院原则上不过，这个要问原则吧？为什么还不过？但我一直认为今天是1月31耶。因为明天黄国昌就再见了，是不是？我新年新希望，今天是1月31，还有1个月。我记错了，你还要等1个月？我可以买一份他的月历送。不要再给我看了，很恶心了。我真的看到他我就想吐。虽然我做不到这样子，但我也觉得可不可以不要等？我一直以为今天1月31。来，民众党我应该是讲柯文哲现在确定他的起手式，他是用着黄国昌。那凭良心讲，他在爆鸟起亚湾呐，为什么？当时我在土城看守所，你规刚照人家走读，搞的有的没有的，搞到我妹妹，搞到我老婆都拜托你不要再搞了。他某部分是本来就不希望柯文哲这么早出来嘛，结果现在出来了，新北我来，当然住台北市可以选新北啊，张善政住新北都可以选桃园了，为什么不能选？那第二个，台湾我顾，你们有没有注意看，柯文哲在新北这一场，他真的是帮黄国昌吗？我不认为。那帮谁？他是赶鸭子上架，你不选不可以。现在对柯文哲来讲，不是蓝白合不合的问题，蓝白合他2028他没筹码，他要就是要展现实力，我还有实力，我不是只有8%、10%，我最起码还有18%、20%，这样他的筹码才够。第二个，大家注意一下，今天台北市假设民主进步党的候选人都提名完毕了。总统来到台北市的一公开场合，这些小鸡站不站上去？站嘛。在新北，为什么我说柯文哲是自私，根本没有想要帮黄国昌？是因为连上了台他的5个女金钗都没有上去所以柯文哲从头到尾是为了他自己。再来讲到柯文哲现在的心态是1分对付民进党，2分对付国民党，7分壮大他们民众党。那你要想想看，郑义文上来了以后，国民党的国旗12道光辉变13道。为什么叫13道？他这一道是指向中国大陆。这个人是谁？林佩祥，他的国徽 P 图 P 到是13个光辉耶。好专业哦，好专业哦！13个光辉，这个可能要请元之，待会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怎么 P 上去的？我不知道啊。他也承认他这张是他 P 图的啊，P 错了，13个光辉搞错了。郑丽文，你现在是第13道光芒，是要往中国大陆去。不，你是谁那么写马数出来？不，这网友都有在哭手。那再来讲一个问题，身为一个公众人物，国民党为什么现在情况柯文哲看不起他们？其实某部分就是你连这都会算不掉啊，我没有跟你讲上。讲到绿白合，我当然是希望绿白有没有空间可以讨论，但柯文哲这起手是很简单，拿了一个民生议题，我要以民生议题来跟你们大家拜访，希望可以通过代理孕母这个问题，然后再来讲一个，其实它某部分是炒声量，炒声量，因为他声量太久不见了，他现在又不是国民党的民众党的党主席，所以他借由这个东西，我要对你民进党要拜会等等，我乐观其成，但我不觉得说最后面柯文哲的心态是真的有心想要针对政局稳当、国家安定，包含我们的民生福祉来做一个讨论，可能最后面他还是以他自己为中心。OK， 但元之，总预算今天12月31。对啊，所以我们也很急啊，就是行政院明明就知道问题在哪，就跟刚刚那个军购一样啊，就是没有依法编列预算啊，就是军人加薪。你看现在刚刚大家在讲军演，军人都
这几天有很多休假被召回去，他们就是比较辛苦啊，帮他们加点薪水，都行政院很不愿意啊。然后民进党的那干事长、立法委员钟嘉宾还出来讲说，如果在乎薪水打仗，那个是佣兵啦，意思是说你爱国的话，你不要在乎薪水啊，做功德啦，所以不应该做这个事情。我们听得都很生气，为军人感到不值啊。然后还有警消退辅啊，也是3读通过了啊，那也是不编呢。那他们会说什么违宪？那违宪有没有违宪是你赖清德讲的嘛？那现在大法官恢复了嘛，在还没有宣告违宪之前，法律就是要执行啊。但是现在要执行不执行，要附属不附属，都赖清德总统说了算。所以当然你现在没有依法编列预算，我们会希望你退回重编嘛，至少补过来嘛，或者是像去年一样，去年竞拔补偿条例那个时候也是卡住。可是后来，当时行政院长就有来召集，大家后来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然后还有警消退辅啊，也是3读通过了啊，那也是不编呢。那他们会说什么违宪？那违宪有没有违宪是你赖清德讲的嘛？那现在大法官恢复了嘛，在还没有宣告违宪之前，法律就是要执行啊。但是现在要执行不执行，要附属不附属，都赖清德总统说了算。所以当然你现在没有依法编列预算，我们会希望你退回重编嘛，至少补过来嘛，或者是像去年一样，去年竞拔补偿条例那个时候也是卡住。可是后来，当时行政院长就有来召集，大家后来也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就是我也没有要理你，你们的诉求我也知道了，好，但我也没有要理你啊。军购你们诉求我也知道了，但我就没有要理你，大家就来比嘛，反正我就扣你红帽子嘛，看你们能够撑多久。那请问一下，总预算这样一直两边各自这样跟到后面，现在对啊，所以第一个还是希望行政院赶快来协调依法编列预算。第二个，现在地方政府都在自救了，例如说。其实，因为去年的总预算后来通过2兆9千多亿嘛，他还是至少还有2兆9千多亿是可以用啊。那现在影响的是新兴预算、新兴的计划。那譬如说像新北市政府现在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新兴计划，例如说他们有要盖一个新的行政大楼，那是新兴计划，那市府就是可能就是先垫付，用自己的市库的钱去垫付或借钱垫付。那等到总预算过了之后，然后再那个还回来。那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延续性计划，都可以使用。像行政院举的例子 ，T-Pass， 那个就是延续性计划，之前有在做的，今年继续的，那都是可以使用，按照我们的预算都可以使用。可是我觉得就是大罢免2.0又来了嘛，又开始造谣说啊，这会影响这个，影响这个，其实很多都是延续性的计划。T-Pass 这个东西，去年可能假设是80万人接受补助。那未来我们编的预算，因为使用的人多，我可能编到100万，那还是可以用。那只能用80万，只要没延续性的计划都可以用。第二个，我应该它不是延续性哦，你不要误导民众哈。第二个我要讲就是说，今年军人加薪的事情，我应该是讲说，行政院编列概算的时候是哪一个月？你来到这个月年底的时候，你就审嘛。如果你认为军人加薪最后面你们真的决议希望建议行政院新人加薪，可以追加减吧。可以吧？你就是审完要附带决议嘛？对呀，你都不审，议会里面有但书、有附带决议、附加意见，都有未接的啊。但他不会理。那你现在说他不会理你，为什么不会理你？你做的但书重编他都不理了，你附带决议他会理你哦。你民进党有这么好讲话哦？大概做民意代表，这些有一些法律程序嘛。我在这1年多跟民进党交手，我都很清楚了。好了，新年快乐了！我只是觉得这样误导民众不对啦。没有误导，他就是你有你的权利嘛，你有你的权利，宪法你都可以说修就修了。还说什么加薪是佣兵在计较的？为什么会讲这种话？来，30秒。我很快讲哈，如果真的这么希望帮军人加薪，我是很感谢了，加本俸啊。对了，加本俸，因为你调那个什么自愿役加级，退伍军人1毛都拿不到。真的，退伍军人1毛都不会加，要加本俸。退伍军人的本俸很低啦，你调那个自愿役加级也不是加3万啦，以前是将军的自愿役加级比较少哦，士兵跟士官的比较高哦，现在是把所有不管你是将军士官全部拉到3万，没有加到3万，加1半而已。可是我还是强调，很多退伍军人跟我讲说，你为什么不增加？我说，你在高兴什么？调再多也加不到你啊，为什么？我是退伍军人，调本俸，本俸才调得到退伍军人的钱。所以我才说不要因为你们2个政党这样搞，
把军人推到第一线。对不起，军人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我们是为了信念而从军，不是为了钱而从军。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那当然总预算到现在还没有个影的，接下来朝野之间到底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本来对讲好，大家因为过年嘛。对，敏凤跟元池大家都开开心心，对，我们都很开心，很和谐，对。然后这一整年如果回顾的话，对国内来讲的话，政经各方面一些情势到底会怎么样？明天是元旦，那明天元旦照来赖清德总统一定会发表一些元旦的一些文告，那会针对国内外的一些局势有什么样一些的谈话呢？那但不管怎么说，还是祝所有的观众朋友、现场来宾新年快乐！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元旦见，拜拜。